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在今天的課堂上，老師將要和大家一起接着上一節課的內容來聊一聊6級的閱讀部分應該怎麼去做題。我們今天要看的閱讀呢，是把5個句子填到一篇文章當中去。也就是說，在大家考試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樣一篇文章，但它不是完整的，你需要把給你的5個句子分別放在5個地方，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文章，一定要做對順序。那如何來做這道題目呢？在上節課，老師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我們說6級考試當中有很多的超綱詞，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不會的詞，可以聯繫上文或者下文去猜一猜它的意思。如果你猜不出來，不要讓它成為你做題的一個困難，你要放棄掉它，先看看其他的地方。因為這道題目其實當你在看文章的時候，會給你很多的提示。我們首先呢，第一步大家還記不記得應該做什麼？說拿到這道題目，第一步首先應該做的就是快速的看一看這篇文章是什麼類型的，它難不難？如果說你看到的是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可能會比較簡單。如果是一個說明文，那它可能會有一些專業的詞彙，你要有心理準備。碰到不認識的詞不着急，因為很可能它不會影響你去做題。瀏覽一下，我們呢接着就要用我們上節課說到的這些方法來一一的看一看，哪道題目可以用哪一個方法來幫助大家快速的做題呢？首先我們一起來看一看今天的第一道練習。瀏覽一下，一個青年背着一個大包，去找智者了。見到智者呢，他問了一個問題，接着大師和他有一些對話，反問年輕人說：“你的大包裡裝的是什麼？”年輕人呢給了回答。接下來，智者把這個年輕人帶到了一個河邊，發生了一個小故事。然後呢，又告訴了他一個道理，對不对？瀏覽完，簡單的看一下到底說了什麼，我們就知道這篇文章應該是一個故事，有哲理的故事，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哲理故事類的文章。看到故事，心裡邊稍微放鬆一下，因為故事它一般難度不會太大。那接下來呢，就要通過前邊說的話、後邊說的話以及一些提示來看一看具體每一個空應該選擇哪一個答案。在看題目之前，老師先領帶大家一起來看一看我們的5個句子，一邊讀，你一邊想一想它的意思是什麼。第一個，靠着它，我才能走到您這兒。B， 就成了人生的包袱。C， 我們就要放下船趕路。D， 生命是可以不必如此沉重的，是一個道理，是不是？再看最後一個，為什麼我還不能找到心中的陽光？這是我們5個句子。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不知道你們發現了沒有？好，帶着這個，老師賣了一個小關子。帶着這個小關子呢，我們一起來看今天這道題目具體應該怎麼去做，又會用到8種方法裡邊的哪一些呢？我們來看第一個，說每當做題的時候，最快的方法是什麼？看看前邊，看看後邊，有沒有可以給大家提示的地方？如果有，直接拿來用。如果你看完前邊，看完後邊，還是找不出來這道題目的答案，你再去仔細的讀這篇文章。
我們先來看一看，到底只看一小部分，能不能做出來第71空呢？就看這個句子啊，流血不止，嗓子因為長久的呼喊而沙啞。然後是省略號，給你留了一個空。最後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標點，老師在這裡幫大家標成了紅色的部分。標點是什麼？是問號。它呀可不一般了，問號說明這個句子它是一個問句，是在問一個問題。剛剛也說，看完 A、B、C、D、E 5句話，有一句話呢，它有一點不一樣，你找到了嗎？對，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句話，用到了為什麼。為什麼就是用來問問題的，其他的都不是問句，只有最後這個句子它是問句。而我們71題，它的標點是問號。這個就是這道題目解題的關鍵，也就是說，它的標點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如果你看到了問號，要注意，你應該選擇的句子是一個問句。那我們找到答案是最後選擇 E， 那就是為什麼我還不能找到心中的陽光？這是我們第一道題目的答案，只用了最後這個問號就做出來了。那先來看一看這段還說了什麼呢？其他的其實已經不重要了，但是老師幫大家讀一讀，你們來看一看這篇文章的內容。一個青年背着一個大包，千里迢迢跑來找智者。他說：“大師，我是那樣的孤獨、痛苦和寂寞，長期的跋涉使我苦不堪言。我的鞋子破了，手也受傷了，流血不止，嗓子因為長久的呼喊而沙啞。”我們看一看，這位青年走了很遠的路，找到了一位智者，經歷了很多的磨難，而且呢，他感到孤獨、痛苦、寂寞。都是一些不好的、負面的，或者說消極的東西。那我們接着再來看後邊，接着又說了什麼內容呢？看下一道題目。句子不長，我們一起來讀一讀。大師問：“你的大包裡裝的是什麼？”青年說：“它對我可重要了，裡面是我每一次跌倒時的哭泣。每一次受傷後的煩惱，每一次孤寂時的痛苦。”又是一个省略號，給了你第72空，加了一個句號。看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找到？比如說看看前邊，看看後邊，能找到答案。或者說有轉折詞嗎？沒有。有關聯詞嗎？也沒有。也沒有提到順序啊，標點一個句號，非常普通，也沒有任何的提示。那它的位置是放在最後一段話的最後，但是呢，也很難判斷出來到底想讓你填什麼。所以其實這道題目它是一個稍微有一點難度的題目。放在這裡是想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考試的過程當中碰到了這樣一道題目，你看前看後，可能一時半會兒考試的時候時間非常緊張，沒有想到它的答案應該選擇哪一個句子，那你就先怎麼樣？應該先跳過它，放棄掉它。我們有5個句子，你只要做出來剩下的4空。最後一道題目，或者說比較難的這道題目，你可以我們要用排除法來確定它的答案，最後再來讀一讀是不是正確的。這是一個思路，在這裡教給大家，一定要記住，果斷的放棄一些題目，也以保證在短時間之內拿到更多的分數，因為這是考試，你要做的是拿更高的分數。好，但其實呀，這道題目在這裡也有一個小小的提示，我們往前看一看。
說你的大包裡裝的什麼？哎，它呀可重要了，有 A、B、C 啊這些東西，說的哎是這個包裹裡的東西它。然後呢，之前呢我們再看上一道题目，說呀他是千里迢迢背了一個大包來找智者的，對不对？所以這個大包很重要，一直都在背着。它是怎麼來的呢？說的是大包，有一個提示，其實呀你應該找的就是和這個它有關的內容。我們來看一看 A， 靠着它我才能走到您這兒來，是不是和我們这道題目有一點關係呢？一開始說他千里迢迢走到了，來找到了智者，然後很痛苦，對不對？然後呢，大師問他包裡是什麼，他說很重要，強調的就是它很重要。它怎麼重要呢？有這些東西，有哭泣、煩惱、痛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正是因為有這樣重要的東西，靠着它，他才能千里迢迢地找到智者。這其實是文章在72空這裡的一個邏輯關係。在考試的過程當中，是一道比較有難度的題目。在這裡，老師幫大家分析一下，但同時也提醒各位同學，遇到難的題目，先放棄，學會取捨，學會使用排除法。好，我們接着再來看這道題目的答案，那就是 A 選項。再來看下邊有沒有更難的題目了呢？或者說之後的幾個題目都比較簡單，可以幫助你最後來做第72題呢？接着往下看，段落比較長，但其實我們說做題先用哪個方法？先用第一個，看看前邊，看看後邊有沒有給大家的一些提示。我們看第73，但過了河，然後就是第73題了。提示比較少，稍微往前看一點。講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不難，對於6級的各位同學來說非常簡單。我們快速的看一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坐船過了河，上岸之後，大師說：“你扛了船趕路吧。”讓他扛着船繼續往前走。青年呢就非常的驚訝，他這麼沉，我扛得動嗎？是的，孩子，你扛不動它，把扛船給否定了。智者微微一笑說：“過河時船是有用的。”但出現了轉折詞，說明和前邊的不一樣。前邊說了什麼？說過河的時候船有用，那過了河呢？過了河是不是可以說你沒有用了，或者說你就不需要它了，對不對？所以在這裡大家應該注意一下轉折詞。而我們說一開始智者讓他扛着船，他說太沉了。C 選項是說我們就要放下船趕路。是不是和前邊說的是一個意思？智者讓他扛船，他說太沉了。智者又說，對呀，過河的時候船有用，那過了河，它就沒有用了。你就要學會放下它，接着往前走，否則它會變成我們的包袱。這是一個小故事，智者和青年人之間發生的。我們再看第74孔，看看前邊其實就是一個句子。我們接着看，孤獨、寂寞、眼淚、災難、痛苦，這些都是什麼？都是剛剛這個青年人說他經歷的事情，或者說他包袱裡有的那些重要的東西。這些對人生都是有用的，它們能使生命得到升華，這是正面的。然後接着看，但久久不忘，但字又出現了，說明這個文章又要轉折了，要和前邊說的不一樣了。
前邊說有用，它可以幫助你得到一些升華。但是呢，如果你久久不忘，一直忘不了，第74空，那忘不了就會怎麼樣呢？我們來看看還剩下哪些選項。A 沒有了， C 沒有了， E 沒有了， B 和 D 2個句子，請你選擇一個。 B 就成了人生的包袱。 D 生命是可以不必如此沉重的。先說前邊本來是有用的，但是你一直不忘，它就有用，用但來轉折就是没有用。没有用的東西你還不忘掉它，你還一直背在身上，它是不是就成為你的包袱了呢？所以我们在這道題目呢，同樣還是要注意一下轉折詞。我們在這裡找一個和有用相反的內容。沒有用，那它可能就會是你的包袱，選擇 B 選項。然後大師最後說，放下它吧，孩子，生命不能負重太多。其實負重啊，在這裡也可以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提示。其實你負重就是背在身上、壓在身上的東西，對不對？也可以，它其實就是說的一個B 選項說的這個包袱。第73和第74題是同樣的解題技巧，大家呀都需要注意這個轉折詞。一旦出現了但、然而等等這些詞彙，說明前邊和後邊的意思要發生轉折了，是不一樣的，或者說相反的。考試的時候要多注意一下。我們接着再來看最後一道題目，非常簡单，其實就是文章的結尾。這個留空的位置，它其實是最後一句話，整個是一個故事。最後智者想要告訴他一個道理，所以一般來說，這種文章最後都會說一個道理的。我們看看文章說了什麼。青年放下包袱，繼續趕路。他發覺自己的步子輕鬆了許多，比以前快得多，心情也變得愉悅起來。原來，在這裡，它其實就是一個總結概括，告訴你啊，我要說重點了。道理是什麼呢？最後我們剩 D 選項，但是其實你通過看這5個句子也知道 ，D 選項是總結最高的，也是說特別像一個道理的一句話。他說的是，生命是可以不必如此沉重的，不要一直負重前行，你要學會放下一些東西。所以在這裡我們用到了最後一個最後我們用到了 D 選項這個句子。其實呀，結尾處故事哲理類的文章結尾往往是一個道理。好，我們的答案就是 D 選項。這樣我們就把這道題目都做完了。其實用到的方法也不是特別多，你需要注意一下留空的位置，注意一下轉折詞，注意一下標點符號，看看前邊後邊能給你什麼提示等等。這些技巧如果大家練習的多了，其實在做題的時候就會非常快的選擇到那個正確答案。我們再來一起回顧一下，我們再來總結一下。一般哲理類的文章呢，首句它會引出一個話題，最後結尾的部分呢，又會總結一下，告訴你一個道理，或者說給你一個結論。其實這是一個典型的哲理故事類的文章，大家呢在以後呢也可以多把這個文章分個類，你看看是不是就像老師說的那樣，哲理類的文章一般最後就是一個道理呢。好，我們接着看，整篇文章到這裡就做完了，用了哪些方法呢？一起來快速的回顧一下。71最簡單了，給你一個問號，你在5個句子當中找一個問句。我們找到了哪一個？找到了最後一個為什麼，非常標誌的一個詞，看到為什麼就知道在問你問題。好，再看第72，
72剛剛說是一個比較有難度的文章一個空，他說的是這些東西它對這個青年人特別重要，它怎麼重要呢？正是有它才能走到智者這兒來。我們選擇 A 選項。但如果考試的時候你一時半會兒想不出來這樣一層邏輯關係，也建議大家先放棄掉72空，繼續往下看。第73，往前看一點，過河時船是有用的，但過了河，說明船沒有用了。我們選擇 C 選項，沒用了就放棄掉它，放下它，繼續趕路。再看第74題，孤獨、寂寞、眼淚、災難、痛苦這些東西對人生都是有用的，它們能使生命得到升華，但久久不忘。如果你不忘記，会發生什麼呢？轉折了。在這裡我們看一看，不忘記，那它就會一直在你身上，在你腦子裡，在你的身上，在這個青年人的大大的背包裡，对不对？所以我們選擇 B， 它就會成為人生的包袱，會壓着你。最後再來看最後一道題目，最後一個空是放在了一篇文章的最後結尾處的最後一句。這篇文章我們一開始說快速瀏覽，你就知道它是一個故事，但又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是想告訴你一個道理。所以做到最後，一般這種文章在最後都會說一個道理。哪一個句子最像道理呢？我們選擇的是D 選項，生命是可以不必如此沉重的，既是道理，也總結了這篇文章的內容，對不對？做完了這些題目，最後簡單的看一看，是不是有語句不通順的地方，或者說你覺着邏輯不對的地方呢？檢查一下，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去做下一道題目了。其實如果你剛剛把第72空着，通過做後邊的3個空，也可以確定第72題的答案應該選擇 A 選項。好，這是我們今天的第1道練習題。趁熱打鐵，我們再來多做一道題目。今天的第2道題目，首先呢，先做什麼？先瀏覽一下，快速瀏覽，不是讓你一個字一個字的去讀，而是看一看這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或者說簡單看的時候有沒有特別簡單的空，一看就知道我要選一個關聯詞，或者我要找一個問句等等。好，我們來看一看，空前絕後這則成語的意思是以前不曾有過，今後也不會有。說了一個成語，然後呢，出自哪儿哪儿哪兒，涉及到了3個人啊。看到這裡，知道這些就夠了。再往下，先說了顧愷之，你不認識他不要緊，人家會告訴你的。他是一個知識淵博空了一個空，畫的人物，所以知道很有可能是一個畫家。然後呢，又出現了第2個人物張僧繇。他也是個大畫家，不剛告訴了你他是一個畫家，還怎麼樣說了他的一個故事，傳說後邊呢是他的一個故事。看到這裡，你知道這些就夠了。再看到了唐朝，出現了一位集繪畫、書法大成於一身的吳道子，出現了我們第1段提到的第3個人物吳道子。傳說，又是關於他的一個小故事、小傳說，這是這一段。最後呢，後人評價這3位畫家時說了什麼？所以這篇文章其實有一點像說明文，給大家介紹了3位中國古代的畫家。到這裡，你知道這些就夠了。如果說你看到這個人，比如說
顧愷之，愷不認識啊，沒關係，不影響做題。張什麼什麼這倆字都不認識，怎麼辦？不要擔心，你知道他是一個人就可以了。前邊呢又說了一些文言文，具體呢是什麼意思，可能也不需要你去仔細的知道，因為後邊呢都會給大家解釋的。碰到這種文章，一般會出現一些不認識的生詞，或者說不認識的漢字。在這裡，大家不要去在這上邊花費很多的時間，因為它不影響大家做題。你只需要知道一些方法、一些技巧，把它前邊說的話，還有這個文章的邏輯弄清楚就可以了。重要的就是會做題，而不是去死摳每一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到底說了什麼。好，我們接着呢就來一起用我們這些方法做一做今天的第2套練習題目。首先，剛剛分析完它的文體，是說明文，可能會遇到一些生詞，不着急。那我們先來看一看，給了你5個什麼樣的句子呢？幾百里的山水在1天內就畫好了，說的是一個山水畫，畫得非常快。而吳道子則兼具兩人的長處，而是一個轉折，說的是吳道子。C， 更是以出色的繪畫才能聞名於世。遞進了一下，更肯定前邊說了一方面，才能用更再強調，對不對？再看 D， 如果點了眼珠，這個非常具體了，就說的是讓他去畫眼珠，對不對？去點眼珠。那哪一個故事提到了要點眼珠呢？這就需要大家一會兒去文中找答案。E， 這一傳說雖然荒誕，如果做題做多了，熟悉我們考試技巧的同學，在這裡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個突破口，是什麼呢？雖然，它是一個關聯詞，有雖然，那要去找什麼但是之類的，對不對？好，接下來呢，我們就帶着這5個句子，想着我們的方法，一起去文章中看一看，應該把它們放在什麼位置呢？因為第1段呢，其實雖然說了很多，但是它用到了，給你說了一個成語空前絕後，又說了一個文言文，又告訴了你3位畫家的名字，不太會影響大家做題。老師教大家的方法是要快又準確。在這裡最主要的就是你看看前邊說了什麼，看看後邊說了什麼。如果可以確定答案，就不要去讀第1段了。這是考場上的一個方法，而不是說你平時做題也這個樣子。平時呢，你除了訓練之外，還是要仔細的去讀一下的。但是在這裡，我們講考試技巧嘛，就直接用我們的考試技巧去做這道題目。晉朝顧愷之，不僅學識淵博，空了一個空。他畫的人物個個神態逼真。先說他有 A 這個方面，那就是知道的東西多，學識淵博。在這裡注意一下我們的轉折詞啊，不僅，而且，對不對？不僅學識淵博，然後呢，我們選擇的是 C， 更是以出色的繪畫才能聞名於世啊，在這裡不應該是轉折詞，應該是一個遞進的一層意思。因為先說了他知道的多，又說他畫的是人物，所以把它2個連接起來呢，就應該是更是以出色的繪畫才能聞名於世。不僅有 A， 更有 B， 不僅知道的多，而且畫得好。後邊呢，就不用再看了，因為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再來看我们的第2道題目，他說留了一個空，
這些龍會破壁飛去。看完這一句話，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那我們再往前看一點，傳說說的是張僧繇有一次他在寺廟的一個牆上畫了4條龍，卻沒有給龍點眼珠。看到這裡，剛剛看過這5個句子的同學是不是很快就找到答案了？剛剛說了有一個句子，他說的是點珠，對不對？就是說要再給畫一個眼珠。那哪一個人物的故事說到了要畫眼珠呢？那就是第2個畫家張僧繇。那哪一句話應該放在這裡呢？我們在這裡呀看到了要畫眼珠，但正好我們的選項當中呢也有一個，那就是 D 選項。如果點了眼珠，說的都是畫眼珠這個事情，所以我們很快的找到了 D 選項。如果點了眼珠，這些龍會破壁飛去。一開始沒有眼珠，人們問他原因的時候，他說如果有了眼珠會怎麼樣？邏輯非常通順。好，再看第78題。結果那2條龍果然化作真龍飛了出去。然後78空留了一個句子的位置，然後呢用到了但卻說明了張僧繇作畫技藝的高超。這個故事你們相信嗎？真的有龍嗎？真的畫了眼珠，龍就能飛走嗎？听起來好像有一點不真實，對不对？但是人家卻說明了這位畫家他的畫作藝術技藝非常的高超。所以我們78題其實是用到了關聯詞這個但，什麼什麼但卻說明了什麼，答案其實就是選擇E 選項，雖然但是非常簡單的一對關聯詞，到6級對大家來說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非常簡單。找到雖然，那就趕緊去找但。雖然荒誕，看起來好像是不太相信，不覺得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我們說它是荒誕的。但是呢，人家也說明了畫家技藝高超。接着再来看下面的一空，到了唐朝，出現了吴道子，又是傳說，他的故事來了。他畫巨幅嘉陵江圖時怎麼樣？嘉陵江是一幅什麼樣的畫呢？不知道嘉陵江沒有關係，你知道江吧？江是什麼？江是和水有關的嘛，江河湖海，大江，對不对？長江它是一條大大的河流。那我們說要找的是什麼？因為它是逗號，這個句子還沒有說完，是和這幅畫有關的。這幅畫畫的是水，但中國一般呢就會畫山、畫水，山水畫，對不對？哪一個句子提到了山水畫呢？人家又說是巨幅非常大，所以哪一個句子又說這幅畫大，又說的和水有關？應該選擇的是 A 選項，幾百里的山水在1天內就畫好了，想想都覺得非常厲害，对不對？好，其實後邊的句子呢，它已經不會再影響大家做題了。但在這裡呢，我們看一看還有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他為景玄寺畫的地獄變相圖，畫中雖未見鬼怪，卻陰森逼人。相傳看過這幅畫後，改過自新，棄惡從善的大有人在，也說明他的畫畫得非常好。雖然沒有看，上面沒有一些鬼怪，但也是
非常的陰森，讓人一看就有一種敬畏和恐怖的情緒在裡邊。所以呢，這個做得不好的，他要改過自新；這些壞人呢，他要棄惡從善，也是說明他的技藝高超。我們再來看最後一道空，最後一個題目。後人評價這3位畫家時，提到了3位畫家，說了誰呢？認為顧愷之的繪畫成就超越前人，第1位畫家；張僧繇的畫後人莫及，第2位畫家。還有誰沒有說到呢？還有我們最後一位畫家，那就是吳道子，對不对？3個人，3位畫家，你這兒說了2個，還剩1個，那就是 B 選項。而吳道子則兼具2人的長處，說明他是最厲害的那一位。這就是我們第2道題目。再來回顧一下是怎麼把這5個空做出來的呢？第1個空，顧愷之不僅學識淵博，不僅而且，這是一個關聯詞。那你想一想，而後邊可以加什麼內容呢？人家說了，畫的人物，所以不光是學識淵博，知道的多，而且還是一位畫家。哪個句子和這個意思相關呢？應該去選擇 C， 更是以出色的繪畫才能聞名於世。說他呀，不僅知道的多，而且畫得好。再看第77題，沒有給龍畫眼珠，旁人問他原因的時候，他說的就是為什麼要畫眼珠，或者說為什麼不畫眼珠呢？因為如果 D 選項，如果只有 D 和畫眼珠有關，如果點了眼珠，這隻龍會破壁飛去，也就是從牆上變成真的龍飛走了。這個故事聽起來不太真實，對不對？所以後邊也說了，他便為其中的2條龍畫了眼珠，結果那2條龍真的飛出去了，留了一個空，但卻說明了張僧繇作畫技藝的高超。剛剛也說這個故事不太真實，後邊又有但，你應該找的是雖然他的好朋友，對不對？我們找到了 E 選項。這一傳說雖然荒誕，但怎麼樣。好，接着再來看最後2個空。第79，傳說他畫巨幅嘉陵江圖時，那他畫這一幅非常大和水有關的畫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呢？哪一個句子是和畫又大又和水有關的呢？我們找到的答案是 A， 幾百里，說明非常大。山水，嘉陵江嘛，有山有水，在1天內就畫好了，速度非常快，技術非常好。最後，後人評價這3位畫家時，這3位畫家就是一開始說的顧愷之、張僧繇和吳道子。在這裡說，顧愷之他的繪畫成就超越前人，比前邊的人厲害。張僧繇的畫後人莫及，後邊的人都不如他。而最後一個空，我們只剩了 B 選項。而吳道子，說這位吳道子他怎麼樣呢？則兼具2人的長處，他們倆的優點吳道子都有，是一個集大成者。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第2套練習題目，用到了一些方法，不知道大家熟悉了嗎？說到這裡呢，方法只是幫助大家去快速做題的，當然你還要一定要，不是說还要，而是一定要多去做練習，多去用我們的方法，這樣你在考試的過程當中才会非常快的、非常準確的完成這套題目。
好，我們今天的課程呢就到這裡了。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再多做2個練習，多練習一下，多鞏固一下我們的方法吧。最後我們下節課再見。